蓝忘机给炉子扇风的手一掷，道：魏婴，不用抄了，以后我给你抄。魏无羡的眼泪一滴一滴的像珍珠般落下，哭得无声无息，开口道：我好像一直在你里，没有人真的关心过我，好像所有人对我的好都是有目的的。蓝湛，你又是为什么对我好？蓝忘机听着魏无羡的话，心如刀割，道：我也有目的。魏无羡很平静地笑了笑道：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我给你。蓝忘机放下了手中的扇子，转过头看着魏无羡，道：我的目的就是得到你。魏无羡一愣，蓝忘机用指腹给魏无羡擦了擦眼泪道：魏婴，我心悦你，世间万物，漫天星辰是你，湖边暖风是你，柳絮飘然是你，道不尽的思念是你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我得不到的星星，从来没有在你里过。魏无羡突然被蓝忘机的告白镇住了，蓝湛觉得他是星星吗？魏无羡看着在逆光中都闪闪发亮的蓝忘机，有些失神的向蓝忘机的方向伸手抓了一下。蓝忘机本来很紧张的等着魏无羡给他的反馈，没想到魏无羡往自己的方向像是抓了什么一样，却什么也没有抓住，疑惑道：魏婴，你在抓什么？魏无羡笑着看着自己空无一物的手道：蓝湛，你身上有光，我抓来看看。蓝忘机扬起了一个灿若春花的笑容，道：魏婴，我把我的光给你。上前用力地抱紧了魏无羡。魏无羡回抱住蓝忘机，道：好啊，我的光。蓝忘机一手搂住魏无羡，一手给魏无羡熬着药。魏无羡在蓝忘机怀里待着待着就睡着了。等药熬好了，蓝忘机轻轻地用下巴蹭了蹭了魏无羡的头，温柔地喊道：魏婴，醒醒。魏无羡听到蓝忘机喊他的声音，挣扎地从梦境里出来，抬头就看到了蓝忘机眼含笑意的脸。魏无羡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个笑容，又闭上眼睛在蓝忘机怀里蹭了一下，从蓝忘机怀里坐直了身体，歪头看着蓝忘机道：蓝湛，我想好了，我决定满足你的目的，我把我自己给你了，你要不要？蓝忘机有些激动地点了点头，双唇有些微微颤抖道：要。魏无羡从蓝忘机手里接过药，吹了吹，一口喝下，对着蓝忘机道：蓝湛，好苦啊。蓝忘机从乾坤袋里拿出了一块白糖糕，递给了魏无羡。魏无羡笑笑拿起白糖糕塞进了自己嘴里，蓝忘机又给魏无羡倒了一杯水。魏无羡喝完水道：蓝湛，我可是很贪心的，你要做好准备啊。蓝忘机疑惑：贪心？魏无羡突然一手摸上蓝忘机的脸道：人总是贪心的呀，就像你给我一个微笑，我还想你给我一个拥抱，我想要会越来越多，我害怕我太贪心，你就不喜欢我了。蓝忘机抱住魏无羡：不会，我永远不会不喜欢你，我喜欢你的贪心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魏无羡突然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拥有了光一样，再也不是那个在你里的魏无羡了，是一个有人宠有人爱的魏婴了。在蓝忘机这里，他好像真的变成了蓝忘机口中的星星了。蓝忘机带着魏无羡回到了藏书阁，让魏无羡坐好，自己就在到处找书。魏无羡好奇道：蓝湛，你在找什么？蓝忘机看着魏无羡想了想，还是决定把事情告诉他，道：魏婴，我在你识海里发现了一个封印，我想帮你解开。魏无羡疑惑道：我的识海里有封印？什么样的？蓝忘机拿出一张纸画了出来。魏无羡捏着自己下巴研究这个封印，道：这个封印好像是封印记用的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叠加的阵法，若是强力破解，直接就炸了。蓝湛，幸好你没有强力破解，要不我的头就成一个被炸烂的西瓜了。蓝忘机也在庆幸自己没有着急动手，两人一起在藏书阁里找了起来。魏无羡抽出了一本阵法书，翻开来看了一页，赶紧把蓝忘机画的封印图拿了过来做对比。蓝忘机也过来一起看，发现一模一样。这个封印叫忘尘，意思就是忘却前尘，通常是大世家的家主培养死士用的，想要解开，就要用给他下封印那个人的血来化解咒的阵法。魏无羡冷笑了一声道：蓝湛，我9岁之前到底有什么记忆是必须要忘的？蓝忘机想了想道：魏婴，魏前辈和藏色前辈的死因，你知道是为何吗？魏无羡一愣，道：师姐告诉过我，说是业裂。等会儿，我父母的死确实有一点。
我想要查一查。还有，给我下望尘的不是江叔叔，不江宗主就是于夫人，想解开有些难了。蓝忘机摸了摸魏无羡的头道：走，我带你去吃饭。